我们在太和殿前面确实感觉到了这种帝王的至高无上、崇高的这种建筑、宏伟的这种建筑的一个感受。但是我们在他的起居空间养心殿里看到了，他跟平常人一样，他需要很舒适、很便利的生活环境，他不需要那么高大的空间，那对他生活也并不便利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小的空间环境可以理解，世行是表达的阴阳和合，而大壮表达的是帝王威仪，是吧？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其实普通百姓也好，古代的这些建筑，那么包括帝王，包括那些贵族，包括那些富商，他们在真正的起居空间其实是规模和尺度上是比较接近的，只是可能装饰有些不同，奢侈一些，或者庭院比较大小有些区别。那个有钱人家贵族帝王庭院非常的大，普通百姓可能就是1进2进院子，但是在普通居住空间上还是采取的世行的思想。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图片。那么大量的住宅，中国的住宅我们在这个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这些住宅，那么大致都有自己的庭院，有自己的正房，有自己的厢房，大致的格局还有，而且正房的规模可能有一些大小不等，但是它也是适合居住的，它也不会比那个帝王的那个养心殿或者那个后面的12宫的某座小殿小多少，小的也没有太多，因为它必须保持一个日常的生活，是吧？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元素，就是一个小型的院落，有一座正房，有一些厢房，有一个适合的空间。那么在一个自己的住宅里头还有自己一方天地，是吧？自己可以养鱼，可以养树，可以养鸡狗等等，这样一个完全自然生态的小空间，但是属于自己的，自己一片小天地，这就所谓世行。它同时有等级差别，贵族的、高身份的，或者一个住宅里头长辈在正房，晚辈在厢房，它也代表大壮的思想，因为它必须非礼佛礼，就是你不符合礼制规范的，你不能晚辈住到上房去，这也合乎一个大壮和世行的二元对统一。那么四合院可以有一些新的进深，但是基本的每个庭院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呢要求宫殿宏大壮丽，这是大壮的意思，这就如同阿依附而至美乎服冕一样，就是说其实宫殿普通他住的房间未必大，但是他表示他身份的地方，那个服冕、那个冠帽、那些纹样必须要很宏丽，代表他的身份。同时呢，为了表示帝王的德政，宫殿不可以过分宏伟，宫殿要有适行的规模和尺度，才能够创造阴阳和洽的空间，合乎儒家正德卑躬史的理念。所以正德、变声、适行这3个之间应该是相通的，它既是代表了德，又代表了为你现实人的生存，又代表了阴阳和洽的一个适行的尺度，那么这样才符合中国人的建筑观。所以中国人没有很高很大的建筑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这是我们关于中国建筑思想的一点很浅显的讨论，那么为我们今后深入的学习中国建筑史做一个背景性的了解。